赶紧卖房。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2025年是抛售房产最后的一年，房东们别再犹豫，别再纠结了，能卖就卖，快刀斩乱麻。今年再不出手，未来就要被套住。2025年将会是北京房产大变天的一年。一边卖房子一边哭的，你见过吗？今天是我第2次见，第一次是我自己卖房子，今天卖了一套孔雀城的房子。当初他2017年买房子的时候花了将近150万，还绑定一个40万的车位，今天20万卖掉了。直到签字的那一刻，他绷不住了，然后我也哭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像我当初卖房子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北京的外环放开限购之后，北京的外环的房价跌成了什么狗样？广州放开限购，广州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盛情？广州楼市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瀑布式的下跌，止不住的下跌，跌了1年还在跌。上海的外环放开限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一轮的暴跌即将开始，踩踏即将开始。有大陆自媒体爆料，最近近几个月来，北京房价降速加快，部分小区房价2个月下跌了100多万人民币，甚至呢，有的户型1个月暴跌近100万。有当地的房产中介说，北京市二手房挂牌量已经高达10几万套，房市有价无市，根本就卖不出去。许多买家根本就不看挂牌价，而是比照同小区同户型的最低成交价，直接砍价几十万，甚至呢，有的开口就斩去了上百万。卖主如果不愿降价，连个看房的都没有。现在的房价真成了笑话了，再这么跌下去，多少人的财务状况得亮红灯啊！23年一位客户花1230万买的房子，上个月小区刚成交他家同户型880万，他当初买房还欠着银行900万的贷款呢。要是现在买房，不仅拿不到钱，还得再倒贴20万。再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会有一大批人扛不住了，就开始断供。总有人说房价还得再跌个2-3年，我就想问问咱们还跌得起吗？如果真的跌个2-3年，多少家庭得支离破碎、妻离子散了。北京的房价真的是太夸张了，我真的想都不敢想。24年年初开盘7万大几的新房，现在卖5万多块钱，据说呢给钱就卖，直接让整个区域内价格体系呢瞬间崩塌。按说这个价格呢对比之前来说已经很香了，但是却让很多人不敢买了，因为这个担心变成了还有没有人接手，还有没有流通性，还能不能变现。北京现在的很多区域其实都有这样的房子。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急于脱手的卖家纷纷降价出售。其他卖家为了及时止损，也只好接受这种挤压式降价。很多小区的实际成交价都远远低于公开的挂牌价。有不少中介爆料，二手房单价一度超过了6万的回龙观，如今呢，多个小区已经跌破了2万。网民们也纷纷惊呼，北京房价已经重回1万时代。看这个品牌，兄弟，我说实话挺可惜的。某稻香，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连锁品牌吧，在北京，就各个只要这个写字楼楼下的商圈，基本都有店吧。没错，在咱们楼下干倒闭，就是你就会感慨，就这个餐饮到现在有多难做，对吗，兄弟？这里500万没了，那这一间也要500-600万也没了，前面这间大的起码打底1000万没了。这里呢，曾经开盘的时候非常多的外地客以及本地客都是连夜开车过来抢的黄金铺如今你看一下，都成了一些砖头了。像这里的商铺曾经都是人挤人的，生意非常的火爆，但为什么如今会成为这副模样呢？大的古玩城几乎就没有客人。那有人说未来这3年呢，古玩城能倒闭80%，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这个古玩城没有生意？是大家没有购买力呢？可能贵的咱买不起了，还能买便宜的吗？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劣币在驱逐良币。最典型的就是各大直播间，这个总那个馆长，这个扶持民藏人，那个给补贴，导致了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购买的这些购买者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各大直播间的大。经济衰退，楼市挤压式降价，临1线城市也不例外。截止到2025年8月底，全中国100个城市的二手房挂牌量多得吓人，直接超过了254.64万套，跟去年同一时间相比，增加了差不多10%。算下来，每天都有将近3万套的新的房子挂到市场上。现在业主想要把房子卖出去，平均得降价30%才能有人来看房子。比如北京1号，行情好的时候呢，人家单价30多万一平，现在有套房子13万一平，都挂了1年多了，问的人都很少。
还有望京新城，之前最火的时候啊，卖到8万多，现在你猜多少？4万出头啊就能谈。好多房东啊，每次跟我聊起房子啊，语气里都透露着无奈。就连大家觉得最抗跌的金融街那边有个小区啊，之前开盘12万多，现在普遍啊8万多，有的房子挂了400多天，连个带看都没有。房子从300多万降到100多万，难道也卖不出去了吗？如今挂牌2个多月了，除了10几次的带看，没有一点动静。在挂牌的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降价2次，仍旧没有一点效果。既没有看到带看数量增加，也没有购买意向的人。今天中介过来又沟通了一下，给的建议是还要继续再降价。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下，难道想要卖出去，真的就要没有限制、没有节制的降成白菜价吗？全国房价暴跌最惨的地方在哪里呢？第5名啊，就是河北的永清，2万3千元买的呀，现在3500啊都销不出去。第4名啊是北京的燕郊，最高的时候呢14、15万呢，现在呀只要6300。第3名啊，那就是威海乳山银滩呐，从8000多降到1000多呀，还没有人买。第2名啊，就是南京的翠屏城，1万7千元买的，现在呢只需要6400啊。第1名啊，就是八达岭的孔雀城，买的时候是1万8，现在呢只要3000多呀。为什么这些业主要这么恐慌的抛售呢？回龙观顶流审盘房价腰斩，4年蒸发317万，业主含泪甩卖。87平米南向283万，成交单价3万2每平。回想21年高点，同户型可是要600万的，短短4年317万没了，直接腰斩，跌幅超52%。高盛说，中国房价明后年还得大跌，降幅可能在25%到50%之间。那为啥他这么说呢？有网友琢磨着，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就是人少了，高盛预测到2027年，25到39岁最该买房的这群人会少4200万。从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就连续3年减少了，新生儿比2016年最多的时候还少了40%，90后比80后少了4000万，年轻人越来越少，买房的自然也就少了，老年人就更不会买房了。然后就是房子太多了，到2024年年底，没卖出去的库存就高达93万亿了，要是算上还在盖的，那数量更吓人。高盛把城市分了类，1线城市要卖完现存库存的房子得用18个月，2线呢超过24个月，3、4线都超过了28个月了。房子供大于求，不降价才怪呢。还有开发商欠太多钱，房地产行业总共欠了超过59万亿的债，那只能是降价卖房来回笼资金，结果可能是越降越亏，陷入了死循环。最后就是老百姓没钱买房了，现在中国负债比例都达到了72.4%了，快赶上发达国家的危险线了。就说北京、上海买套房，不吃不喝要干12年以上，这谁扛得住呀？大家没钱买，市场需求自然就冷了。来我们那个回龙观店来巡店了啊，这边上是一个牛肉自助火锅，这是一烤鱼，然后这2家铺子现在已经倒闭了。有没有来这儿给我们做邻居的？这房子啊确实挺整的，细长条，简单的装修也有，然后呢地面也 OK。这北京实体行业的天塌了。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住宿和餐饮上半年利润下滑了67%。我也是在北京做实体的，开了一个1000多平的超市，生意难做，消费降级。前门步行街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到今年10月1号就要永久关闭了，说是租金到期加上战略调整，索性就不续了。其实它刚开的时候特别火，算是前门必打卡的地标之一。我现在身后的呢是一家位于北京西三环的奔驰 4S 店，也是即将关闭的一家店。那目前店内呢只有零星几个员工和5台展车，在售的只有1辆 GLC。因为店即将关闭呢，这辆 GLC 的优惠也是相当的大。但是比起这个，我更关心的是车主们在这个店里他们的已购服务以及维修保养之后会如何呢？中国1、2线城市房价大跌，加速了中产阶级返贫。
许多高收入的民众在高价买房以后，遭到裁员或生意失败，付不起房贷，又卖不掉房子，现在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北京失业程序员王先生透露，他被裁员以后，因为年纪超过了40岁，找不到工作，支付不起每个月1.5万元的房贷。他很后悔高价买房，房贷300多万。如果没买房，以他在网际网络大厂工作多年的高收入，存款至少有数百万，生活无忧。可现在每天都在为房贷和温饱而发愁，压力大到让人崩溃。北京现在的就业市场怎么样？说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在一个传统的互联网公司，部门在最鼎盛的时候是有70多个人，现在经过1年多的时间吧，我们部门还剩下了5个人。在走的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被优化和裁员掉的，也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机会，然后自己主动走的。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们的绩效工资就直接扣掉了，其实这部分也是工资的一部分，然后福利待遇方面也是一点点的缩水。被裁员了，今天裁员真的很突然。HR 让我今天就签字离职，下周1就不用来了。原以为躲过了上一次裁员，降薪后就能保住饭碗，谁知道今天周5开会的时候，领导突然说咱们部门要裁员了。我86的，今年39了，在北京工作16年了，去年被裁员了，现在每个月领2000多块钱的失业金。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我老公也被裁员了，他在一家上海的外企。工作6个月，快要被转正的时候，通知被裁员了。距离失业已经有1年零2个月了，已经9月份了，我还是没找到工作，无车无房，没结婚也没孩子，91年35岁，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飘着。我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每天能做的就是打开招聘软件，漫无目的的乱投简历，遇到几个能面试的就去碰碰运气，但多数都是抱歉不匹配或者已读不回。今天是我裸辞失业在出租房的第104天了，总有人说你失业了还不如回家躺着，留着外面干什么呢？房租500块还不如回家，回家都不用花这么多，而且你又没有工作，在家里至少还可以吃点好吃的。这年头真的不敢回家，女孩子更是，女生没结婚的回家去会被介绍来介绍去，拿来当人情，总感觉像是一种物品，我已经不敢回去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